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李白这首《子夜40歌·春歌》。这诗一共6句30字，就像唐代的短视频，每个镜头都藏着故事。有人说读诗要摇头晃脑，我倒觉得不如端杯茶，就着长安城的春风，听我慢慢唠。原诗全文是：秦地罗敷女，采桑绿水边。素手轻条上，红妆白日先。残机妾欲去，无马莫留连。第一句秦地罗敷女就有意思。罗敷是谁？是汉乐府里那个在路边采桑，把太守对得下不来台的厉害姑娘。李白这是把古代网红请回来拍续集呢。汉朝的罗敷到了唐朝，估计得穿高腰襦裙，画个实心的九晕妆。您看这采桑绿水边，选景比现在的短视频博主还讲究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当天然反光板，桑树当背景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。素手轻条上这句活脱脱是劳动特写镜头，白生生的手在绿叶间翻飞，像不像直播里的手工艺达人？李白特别会用颜色，青桑叶配白皮肤，红裙子衬着大太阳，这撞色搭配放到现在能上时尚杂志封面。有人说这是在夸姑娘漂亮，我倒觉得是在给盛唐女性表达支持，既能下地干活，又能把日子过得精致。读到残机妾欲去，画风突然紧张起来。养蚕人急着回家，可不是普通的农活。唐朝的丝绸贸易有多重要？就像现在的芯片产业，养蚕缫丝是国家战略。蚕宝宝饿肚子可是要耽误国际订单的。罗敷这一着急，说不定关乎着长安城的 GDP 呢。无马莫留连这句暗藏玄机。无马车在汉朝是太守标配，到了唐朝成了贵族出行的座驾。这些达官贵人在桑田边转悠啥？表面看是赏春，实际是考察经济作物。桑树在唐朝就是绿色黄金，贵族们都知道这是会下金蛋的摇钱树。您看这对比，劳动者为蚕饿着急，贵族为商机徘徊。盛唐社会的多元面貌全在这儿了。把6句连起来看，李白简直是个天才导演。前4句是田园风光片，绿油油的桑田，波光荡漾的河水，姑娘们的红裙子在阳光下晃眼。请点击链接看完整视频。